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前几天给大家解说了《王炸恐怖韩剧》《甜蜜家园》的前3集，那可真是甜蜜他妈给甜蜜开门，甜蜜到家了。因为干信条，再加上元旦假期，所以拖到现在，终于又干出了4集，全靠大家的点赞支持。上回我们说到，小白这个加尔顿废宅入住绿色家园，恰逢一场灾难席卷韩国，人类纷纷变成食人怪物，就连韩国总统都不能幸免。楼外是怪物横行的人间炼狱，楼里是勾心斗角的修罗场。有人变身怪物捕食人类，有人独善其身心怀鬼胎，也有人挺身而出成为末世英雄。大头兵阿伟和鱼妈的女儿小鱼被埋伏在外的长食怪杀死，幸亏眼镜哥及时放下原来门，不然在场所有人都要沦为长食怪的食物。目睹女儿死在面前，鱼妈彻底崩溃了，她嚎啕大哭，把怨气都发泄在了眼镜哥身上。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眼镜哥也陷入了震惊和自责，恐慌的情绪再次蔓延，众人重新加固防御。看着生无可恋的鱼妈，养狗的狗婶和阿强的媳妇阿珍动了恻隐之心，感慨到世事无常，鱼妈和劳拉一样都失去了至亲。原来劳拉的未婚夫也曾住在这栋公寓，却在婚礼前因不明原因离世了。说到这儿，阿珍才突然想起供电恢复了，劳拉咋还没回来呢？此时的劳拉正命悬一线，蜘蛛怪正要大快朵颐。好在劳拉金蝉脱壳，钻进通风管道，蜘蛛怪紧随其后，一人一怪展开了夺命追逐。劳拉逃出升天，却发现手机掉在了铁网里。恰好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来电显示竟然是他的未婚夫。奇怪了，狗婶不是说劳拉的未婚夫已经死了吗？那这通电话是怎么回事呢？别急，咱们接着往下看。另一边，听到眼镜哥的广播，剑圣和小贝决定带着兔爷提供的盾牌和食物，先去1楼探探路。如果情况真的如广播里说的那样安全，就回来接他们。小白决定加入他们，好像完全没注意到这几个青少年一走，兔爷这就成了老弱病残幼救助中心。其实不只是剑圣他们，大楼里其他住户也都蠢蠢欲动，比如病叔和他的护工小花。病叔身患绝症，医生预言他活不过半年，可他却奇迹般的续命多年。这下活也活够了，他要发挥余热，尽可能帮助更多的人。而身为领导者的眼镜哥正背负着巨大压力，收获的却只有埋怨和恶意。拖着疲惫的身体和6块腹肌回到大厅的劳拉见到眼镜哥就了一拳。原来眼镜哥早就在监控里看到配电室里有一只蜘蛛怪，这才提醒劳拉多加小心，却故意隐瞒了实情。在他看来，只要能保证大家的安全，所有人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可以牺牲的棋子。第2天一早，众人终于等来了官方通告，韩国由军方接管，进入紧急戒严状态，对变异的调查也有了初步进展。这种变异不像常见的病毒那样通过呼吸道和血液传播，而是和人类的欲望有关。变异后的形态对应心底最深的欲望，就比如坦克变异前是个举铁猛男，最深处的欲望就是摄入蛋白质，人类在他眼里就是一根根行走的蛋白棒。再比如红衣女，原著里她是个练习生，为了保持身材整天节食，她最深处的欲望就是吃。这些人在变异前会出现体温下降、流鼻血、昏厥和幻听等症状，曾出现症状到完全变成怪物的这段时间被称为黄金时间。这段时间里，这些人拥有极强的恢复能力，四舍五入就是不死之身，但又可以保持神志清醒，就像小白和响尾草那样。只有趁变异完成前砍断变异者的肢体，再用大火焚烧，才能将怪物扼杀在襁褓之中。军方承诺有能力解除危机，但面对前所未有的灾难，谁都说不准最后活下来的是人类还是怪物。然后大楼里就出现了新品种的怪物。小白被怪物撞飞，再次陷入幻境。好在凭借变异体质，很快就复原了，却引起了大厅众人的恐慌。阿强要求赶走小白，剑圣小贝他坚持让他留下。眼看一场冲突在所难免，眼镜哥这根定海神针发话了，他提议用匿名投票的方式决定小白的去留，还特意提了一句，投票驱逐小白的人就是变相杀害他的凶手。最终票数居然刚好持平了，阿强当场掀桌就要耍无赖。这时滑稽的一幕出现了，他居然也开始流鼻血，这可是变异的前兆。阿强惊了，闹了半天，小丑竟是我自己。最终阿强和小白被关在了一起，又开始表演川剧变脸，向小白套近乎，询问他遏制变异的技巧。呸，臭不要脸！阿强的突然变异让本就一盘散沙的团队再次变得人心惶惶，幸存者们只能抱团取暖。劳拉从狗婶口中得知了阿伟的死讯，劫后余生的庆幸荡然无存，又回忆起了未婚夫的电话，心中怅然若失。吃着阿珍给的饭菜都险些吐了出来。劳拉本以为是胃病犯了，但经验丰富的阿珍一眼就看出劳拉怕是有了身孕，又给她找了一根验孕棒，果然2道杠，中奖了。于妈看着女儿的照片落泪，小贝想起了自己过世的前男友，忍不住安慰她。拽姐看在眼里，反倒嘲讽小贝伪善，没想到这回碰上了硬茬，小贝毫不留情地怼了回去。吃了别的拽姐偶遇杀气腾腾的老八，此刻的老八对他毫无兴趣，他的脑子里只有绷带人。老八一顿老拳把绷带人收拾得服服帖帖，逼着他只好凭借一脸的鼻血，假装自己是变异者，主动和小白、阿强关在一起，这才勉强保住性命。绷带人的表现非常诡异，和变异者关在一起，他非但不害怕，居然还向小白询问起了变异的方法。还搁那傻愣呢。他不知道的是，老八刚才从他身上顺走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将带领老八揭开蒙代人不为人知的罪恶。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剑圣造型独特的盾牌吸引了眼镜哥的注意，眼镜哥这才知道1408出这个万能工匠兔爷。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大楼门口防御薄弱，随时可能被怪物突破。眼镜哥想把兔爷请来，全方位加固防御，于是开门放小白。原来眼镜哥抱小白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考量，而是利用他恢复力强又能保持神智的黄金时间，把他当做工具人。眼镜哥盯住小白，首要目标是救出兔爷，逼不得已可以放弃孩子们，毕竟在眼镜哥眼里，孩子只是消耗资源的累赘。小白前往1408，老八也带着钥匙到3楼追寻绷带人隐藏的真相。劳拉则怒喷眼镜哥是人命如草芥的行为。眼镜哥表示，小白是处在黄金时间，只要意志撑得住，哪怕是受了致命伤，也能在几小时内痊愈。小白是执行危险任务的最合适人选，就连所谓的匿名投票也被眼镜哥动了手脚。当时绝大多数居民都赞成让小白留下，他只好暗中操纵选票，伪造势均力敌的局面，才把小白关了起来。其实居民们让小白留下，也并不全是出于善意，而是为自己考虑。毕竟在场的每个人都随时可能变异，他们想给自己留条退路。不仅如此，早在灾难爆发前，就有一个叫克鲁克鲁的博主道出了变异的真相。劳拉蒙圈了，因为克鲁克鲁正是他未婚夫的笔名。隐秘的角落里，小贝偷听了二人的对话，知道此地不宜久留，打算拉着剑圣另寻出路，还在床单上写下了求救信号，试图得到外界的救援。面带伤疤的男人正在楼道里小心探索，这时身边的同伴突然双眼漆黑一片，推开隔绝危险的铁门，只见门后伸出一只巨手，攥紧了八面男的脑袋，将他拖了进去。大火勾起了老爸的回忆，小白刚要上前救援，之前撞飞他的怪物却再次出现，速度奇快无比，我们就叫他飞毛腿吧。飞毛腿正要攻击小白，一支利箭飞来，逼退了飞毛腿。原来纵火者不是别人，正是病叔和小花。他们听从军队的建议，四处放火焚烧怪物，打算一路烧到1楼。根据大手怪掉落的日记内容，我们得知他也是个可怜人。灾难爆发后，他带着孩子逃亡，却被飞毛腿袭击，手边的孩子当场死亡。他的执念导致变异后，拥有了一对伸缩自如的大手。或许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想着，要是拥有一双这样的手，就能保护儿子了吧。4人脱离险境，老八却毫不领情，独自离开。快速愈合的伤口也暴露了小白变体的身份。病叔当即大声训斥小白，让他赶紧滚远点。病叔活过本了，早就可以从容面对死亡。他唯唯诺诺了一辈子，是时候做一回英雄了。于是提出和小白一起去救兔爷。兔爷和孩子们都在，唯独少了祥林嫂。小白推开了厕所隔间，顿时惊呆了。祥林嫂终于还是支撑不住，变成了一颗跳动的胚胎，毫无攻击性，却满怀他对孩子的思念。世界一痛吻他，他却报之以温柔。祥林嫂沉默地离开了世界，只留下了2条给孩子准备的围巾。小白最终也顺利完成了任务，把兔爷和俩孩子带回了大厅。一起跟来的还有病叔和小花。另一边，阿珍身藏尖刀，静静地出现在阿强身后。这些年，他饱受阿强家暴的摧残，心里充满怨恨。他担心自己变成怪物，无法体验手刃阿强的复仇快感。可惜最后关头，还是理智占据了上风。一旁看戏的绷带人向阿珍询问老爸的动向，当得知老爸上楼后，这才发现自己的钥匙被顺走了。怒火攻心的他，居然用小刀划破手掌，用没有愈合的伤口证明自己没有变异。绷带人重获自由，他翻出藏在水箱里的铁锤，准备和老八殊死搏斗。老八杀气腾腾地下了楼，剑圣捡起了老八掉落的手机，看到屏幕里的内容，淡定如剑圣也是一惊。刚刚老八用钥匙打开了绷带人隔壁的房间，屋子里的场景触目惊心。极强的防卫意识，通过尸僵判断死亡时间的经验，加上他装食物的行李箱里那一大片可疑的血迹，这些细节都暗示了绷带人变态杀人魔的身份。老八被埋伏在暗处的绷带人袭击，却立刻夺下锤子反客为主。老八打开卷帘门，将奄奄一息的绷带人拖到了门外的水泥管里，管子里的怪物都惊了，我没叫外卖啊！正义得到了伸张，老八还顺手带回了小鱼和阿伟的尸体，他们应该以人类的身份入土为安。但老八没有进入公寓，而是打算从外面把卷帘门拉上。这时，另一只手紧紧弹住铁门，坚定而有力，不容拒绝。老八问为什么要救他，没等到答案就昏了过去。众人埋藏了阿伟和小鱼，鱼妈则将母爱转移到了失去父亲的姐弟俩身上。兔爷加固了公寓防御，小白当起了眼镜哥的工具人。昏迷中的老八则深陷过去的回忆中。20年前，一场大火夺去了老八的父亲，老八也被严重烧伤，但纵火者却只被判了11个月，还他妈缓刑2年。看到前来寻仇的老八，他毫无悔改，还自称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愤怒的老八当场就宰了他，也因此亡命天涯，成为一名职业杀手。直到20年后，一名绝望的父亲找到了老八，他拿出自己本来用来买农药的几千韩元，苦苦哀求老八帮他解救被坏人绑架的女儿。绑架犯不光逍遥法外，还给他寄去了女儿的照片。这就是法治社会的大韩民国吗？无助的父亲让老八想起了当年的自己，于是接下了这单委托。后来终于找到了隐藏在人群里的变态杀人魔。老八从噩梦中苏醒，致敬了一把 X 战警的金刚狼，一把勒住了照顾他的护工小花。没想到小花患有哮喘，
这一锁喉差点要了他的命。说句题外话啊，原著漫画中老八是一名极负正义感的警察，剧版把他改成了职业杀手，还原创了劳拉这个人物，承担了体现老八正义感的行动，让老八变得更加复杂，后续心态上的转变也更加令人动容。此时卷毛等人正在说着闲话，应该把老八这个杀人犯驱逐出去。可是当老八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一个个连屁都不敢放。于妈为了感谢老八带回女儿的尸体，想用仅剩的首饰当报酬，可老八非但没收，还将挂满相片那个房间的钥匙埋葬，并烧掉了绝望的父亲提供的佣金和他女儿的照片。原来这个父亲在灾难爆发前就自杀了，他的遗愿是老八能够好好活着。虽然惩治了恶人，却无法让善良者复生。无助的老八只有请求前来宽恕他的基督徒剑圣，为逝者祈祷。왜접니까신은나보다널더좋아할테니까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怪物和成员变异，眼镜哥带着众人设置机关，制定了高效的应对策略，还让小贝扮演变异者来了次演习。翟姐对此嗤之以鼻，劳拉也没有参加演习，而是去地下室找回手机，打算离开大楼，寻找未婚夫的下落和变异的真相。眼镜哥为了还人情，把唯一能用的交通工具病树的摩托车交给劳拉，放他独自离开了公寓。见证重生的牧师和教师的老板孩劝导老八尝试用武力之外的方式解决问题，并把镇守超市的重任交给了老八。为了共度难关，眼镜哥制定了诸如2人一组行动，发现异常立刻汇报，食物定量分配，全员定时测体温，关闭电梯，解决电力等一系列生存守则。大家日子过得紧巴巴，小白就更惨了，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去大楼里采集物资，帮幸存者们拿回他们的个人物品，回来还得被隔离关押，属实男默女泪，打工人看完都哭了。为了提前得知飞毛腿的动向，小白沿途设置了各种机关绊锁，可惜墨菲定律再次生效，机关被接连触发，飞毛腿闪现在了小白面前。小白身陷险境，大厅里也遭遇袭击，一只从未见过的怪物突然出现。阿珍一眼认出眼前的长毛怪正是她的丈夫阿强。原来阿强比秃爷还要秃，他心底的欲望是让秃顶枯木逢春犹在发。挨了阿珍一棍子，阿强暂时恢复了神智，说出了最后的遗言：杀了我，对不起。与此同时，小白凭借超强恢复力，从飞毛腿的脚下侥幸生还，看到阿强的死状，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只能回到隔离室，在黑暗中独自舔着伤口。死亡的阴影再次笼罩，供电系统估计是觉得气氛到了，也跟着再次哑火。没电之后的众人更加绝望。上次修电路的劳拉这会儿已经抵达目的地，未婚夫生前工作的医疗中心。2个月前，这里爆发了一场火灾，劳拉的未婚夫是这里的医疗科长，据说是死在了火灾里。可当时火势并不严重，而且并没找到未婚夫的尸体，或许能在办公室里找到未婚夫的下落和灾难的真相。劳拉找到去过无数次的办公室，用预定的结婚日期解锁了未婚夫的平板电脑。未婚夫在备忘录里诉说着变异的真相，这场变异不是疾病，而是诅咒。未婚夫也遭到变异影响，为了加速研究进程，他自愿成为实验对象。研究发现，只要变异者能抵抗诅咒超过15天，身上的诅咒就会趋于稳定，最终进化成特殊变异者，他们是人类最后的希望。劳拉看得入迷，没注意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劳拉根本不是军队的对手，被吊着审问。他向军队领导唐姐追问自己未婚夫的下落。唐姐表示，他已经成为实验对象，要么已经死了，要么生不如死。劳拉悲痛欲绝，面对审问，他宁死不屈，然后反手就把队友给卖了。他表示，你们做研究肯定需要样本，而自己知道哪里有抵抗变异的人，只要唐姐留他一命，他愿意带路。唐姐放了劳拉，表示他们正在搜寻超过15天的变异者，手里的样本要么死了，要么变成了怪物，唯一一个成功案例也不知道跑哪去了。还交给劳拉一个神秘仪器，劳拉的选择将直接决定公寓众人的命运。而幸存者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公寓断电，加上阿强的死，让众人再次陷入了恐慌的情绪中。翟姐实在看不下去了，把大家臭骂一顿，扬长而去。眼镜哥则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因为只有他和少数核心成员知道，不光是店里，饮用水也所剩无几。小白则再次陷入噩梦，和小黑打起了嘴炮。白天出生入死，晚上睡觉还要和自己吵架。小白早就身心俱疲。根据劳拉温夫的研究，一旦被小黑彻底占据身体，小白也将完全变异。好在这次还是人性占据了上风。而且小白一醒来就被身边的大长腿，不是身边的拽姐给治愈了。拽姐正在看了这本《不孝子》，同样也是《甜蜜家园》原著作者金凯米的作品，自己给自己打广告，专门操作我服。拽姐埋怨小白太过逆来顺受，还掏出创可贴贴在了小白自残留下的伤口上。拽姐离开隔离室，迎面遇到了眼镜哥和小贝，痛骂他们都把小白当做工具人。眼镜哥上前阻拦，不料引火上身。原来他和拽姐不是亲兄妹，看来这俩人背后还有故事，兄妹俩不欢而散。眼镜哥这次来找小白是有重要任务，那就是安排他去地下室寻找出路。眼镜哥发现老八回收尸体时没被怪物袭击，猜测外面的状况有所好转，再加上小白的自愈能力明显下降，不知道啥时候就会彻底变异。小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出发了，然后就被蜘蛛怪给秒了，做成了香肠腊肉吊起来晒。不过他的情况和劳拉不太一样，一团绿色史莱姆突然出现，将他团团包裹，似乎是在保护小白。
眼镜哥在监控里看到这一幕，赶紧叫上老八、剑圣、小贝这几个最强战力前去援救小白。救援行动起初很顺利，没想到返程途中，小贝似乎是哪里不舒服，小贝球棒掉落，惊扰了休眠中的飞毛腿。面对压倒性的速度，众人被打得满地乱滚，眼看着就要团灭。众人驾车夺路狂奔，此时的停车场已经成了怪物巢穴，各式各样的怪物紧随其后。剑圣不得已切断了小贝被怪物拽住的长发，老八也在晕车的边缘徘徊。眼镜哥的车技不负众望，一个逮下户逮到了墙上，众人再次身陷险境。关键时刻，一道火焰冲天而起，正是热衷于放火的病叔。飞毛腿首当其冲，剩下的怪物也都死于喷火器下。这波引怪，火车王见了都直呼内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边的大厅也遭到了蜘蛛怪的袭击。留守的秃爷一枪未果，逃跑途中翻车摔倒，好在他及时启动了机关，将蜘蛛怪吊了起来。熊孩子二人组的姐姐，我们叫她熊姐吧，她为救秃爷被蜘蛛怪抓住，可直到蜘蛛怪中断了机关，计划中的支援也迟迟没有到来。演习归演习，真正面对怪物时，又有几个人肯冒着生命危险去研究别人呢？熊姐趁蜘蛛怪坠落的间隙逃走，秃爷就没那么幸运了，大腿被蜘蛛怪刺穿，张牙舞爪的怪物近在眼前。千钧一发之际，拽姐和小花挺身而出，拽住绳索，限制住蜘蛛怪的行动。在他们的鼓舞下，阿珍、狗屎这些女住户们合力吊起了蜘蛛怪。熊姐趁机用居民自制的燃烧瓶给蜘蛛怪来了一发光子嫩肤。主角团也及时赶到，救走了秃爷，一脸寒王仙道，随后枪出如龙。危机解除，尘埃落定，解除黑化状态的小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准备回到隔离室，却被大家叫住了。居民们向他表达了歉意，眼镜哥也表示小白可以回到集体中来，选择权在他自己。小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但他知道自己就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为了大家的安全，小白还是回到了隔离室。经此一役，小白的头发被剪断了，剑圣的右臂被撞断了，眼镜哥他的眼镜腿被打断了。主角团损失惨重，但凝聚力也更强了。眼镜哥替妹妹拽姐更换绑腿的胶布，拽姐再用胶布修好了眼镜哥的眼镜，这对毫无血缘关系的兄妹迈出了互相谅解的第一步。另一边，老爸的伤势也很严重，但几十年来刀口舔血的生活教会他独自忍耐痛苦。看着他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被他锁过喉的小花动了恻隐之心，劝说老爸越是在末世，越要活出个人样来。老爸深受触动，第一次尝试用善意去回报善意，询问起小花的哮喘病情，还主动要求小花给自己治疗。当看到老爸触目惊心的伤口时，护工经验丰富的小花这才知道老爸承受的痛苦有多惊人。有居民主动将自己的食物分给小白，但人性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大多数人还是将小白视为异类。小白和老爸成了公寓里盛开的两朵奇葩。一旁的病叔看不下去了，主动挤到两人中间，招呼他们坐下吃饭。病叔表示自己一肚子坏水，没一个奇怪好使，医生说他活不过半年，结果他愣是活到了现在。病叔用自己的抗病经历鼓励小白和老爸大口吃饭，好好做人。团队氛围愈加融洽，但眼镜哥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饮用水道的污染，水源短缺，好不容易凝聚起的人心又将成为一盘散沙。好在上次救援小白时，病叔几乎杀光了地下室的怪物，眼镜哥拜托秃爷强化车辆，好外出寻找物资。而这一切都被复读生小胖听见了，他趁眼镜哥不备，溜进控制室，发现规划图纸上赫然写着食物和水储备不足，以最少的人员移动。小胖的心里咯噔一下，这里要丢下我们这些累赘，欣然跑啊！他立刻跑去抢夺食物，还企图抢夺汽车钥匙，独自逃生。虽然是被老爸一拳放倒，像只小鸡一样揪着衣领摔在地上，小胖杀人般的惨叫惊动了所有人。眼镜哥一看事情瞒不住了，索性就公布了真正的计划，不是逃跑，而是冒险。病叔负责观察外界情况，秃爷强化成了防御，由最强战力组成小组，带走能撑5天的食物和水，从最近的便利店开始搜集物资。当然自己错怪了眼镜哥他们，恢复冷静的小胖也主动向老爸道歉。老爸也对自己的暴力行径表示抱歉。在一旁默默喝酒的剑圣目睹了老爸的转变，都欣慰的多喝了2滴。另一边，闲惯了小白被小贝的吉他声吸引，温暖的旋律让他有了回到家的感觉。为了点个题，小白将这首歌命名为《甜蜜家园》。但很快，温馨的气氛荡然无存。小贝突然晕倒在厕所门口，正在拉屎的拽姐蒙圈了。医学院毕业的眼镜哥检查发现，小贝是患上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手术。但是以眼镜哥的技术，死亡率远高于成功率，而且手术需要麻醉药、抗生素和手术用具，除了生理盐水，公寓里啥都没有。搜集物资的计划被迫提前。大家在眼镜哥的指挥下，搭建起简陋的手术室。老爸能打，护工小花知道手术需要哪些工具。小白拥有超强的恢复力，由他们3人组成了搜索小组，驾驶刚改造完成的汽车。临行前，眼镜哥又叫住小白，再三叮嘱道：食物和水只是次要目标，优先去医院，人命大过天。看来经过这些天的朝夕相处，冷血的眼镜哥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小白才想起了一段陈年往事。几年前，他还是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某天，他怀着友善的目的向新来的转学生搭噩。从那天起，小白的噩梦就开始了。没想到那个转学生是个心理变态的富二代，他带领学生们一起霸凌小白。家人们都知道小白被霸凌，但父亲在富二代的家乐企业上班，为了保住工作，父亲逼迫小白忍气吞声。
母亲没有安慰小白，反而劝他理解父亲。妹妹则在朋友面前和他划清界限。尽管对小白的霸凌在父亲出面调停下结束了，但富二代很快就将霸凌对象换为另一个同学。他许诺，只要那个同学冒着被撞死的风险走进车流，他就出钱给同学重病的母亲治病。没想到小白突然出现。只可惜韩国的汽车刹车太灵敏，富二代有惊无险。第二天，小白的父亲被解雇了，小白从此守着家里蹲。不久后，被霸凌的同学母亲病故，他就将责任都归结到了小白身上。这一系列遭遇让小白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了，开始用自残的方式虐待自己，急于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今天他却是为了活下去而努力着。就这样，众人带着生的希望出发了。没想到上集的大 boss 坦克居然还没死，行动再次在起点处翻车。以上就是《甜蜜家园》4到7集的全部剧情。面对坦克压倒性的力量，搜索小组能否逃出升天？下一期我们将迎来《甜蜜家园》的大结局。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